关羽败走麦城之后，孙权遣使入贡，向曹操称臣，并劝说曹操取代汉献帝，自称大魏皇帝。那么，曹操为何没有听从孙权的建议，立即称帝？曹丕刚刚继位后，又为何要急着称帝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代枭雄曹孟德病逝，及曹丕篡汉称帝。219年，孙权遣使入贡，建议曹操取代汉朝自立为帝。曹操把孙权的来信展示给群臣观看，并笑着说道：“孙权小儿，这是打算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吗？”属下群臣则趁机向曹操劝进，他们表示汉家气数已尽，如今天下10分，殿下已有9分，所以不必再行谦让，即刻取代汉朝，顺应天意。可曹操却说：“如果天命在我，那我就做个周文王足矣。”4年正月，曹操还军洛阳。220年3月15日，农历正月23，一代枭雄曹操在洛阳宫病逝，终年66岁。临终之前，他留下遗令写道：“天下尚未安定，所以不用遵循古代的丧葬制度，死后所穿的礼服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就行。文武百官前来哭吊，哭15声就可以了，安葬完便可脱掉丧服。各地驻防的将士不得离开驻地，各地的官吏则各守其职，不用前来奔丧。至于我的墓地，跟西门豹的祠堂靠近就行，不要用金玉珍宝陪葬。我的婕妤和妓女们需安置在铜雀台居住。220年4月11日，农历2月21，曹操被安葬在安阳高陵，即今天的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。为了防止有人盗墓，他还设置了72遗冢，让后人苦寻了1000多年，直到2009年，河南考古部门才认定安阳西高穴大墓的2号墓就是曹操的陵墓。然而，此事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。当时有个非常流行的段子，说曹操的墓葬里发现了2具骸骨，其中有1具是小孩的，专家便当场断定，小孩的骸骨是小时候的曹操，老人的骸骨则是老年的曹操。当然，这只是个段子。经过多年的考察和认定，直到2023年，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终于开馆亮相，曹操具体的埋葬地也终于水落石出了。那么，曹操去世后，他的王位该由谁来继承呢？曹操共有25个儿子，其中有4个儿子先后出现在曹操的视野里，他们分别是曹昂、曹冲、曹丕和曹植。曹昂是曹操的长子，由于生母刘氏早亡，从小便由郑氏丁夫人抚养长大。197年，曹操征伐张绣，张绣本来都已经投降了，结果由于曹操看上了张绣的婶婶，导致张绣复叛，最终长子曹昂、猛将典韦、侄子曹安民全都在此战中战死。曹昂死后，曹操便有意栽培曹冲。曹冲是由曹操的小妾桓夫人所生，从小就聪明仁爱，与众不同，深受曹操的喜爱。曹冲称象的典故说的就是他。然而13岁的时候，曹冲就患病夭折了。接下来被曹操看中的就是卞夫人所生的曹丕和曹植，他们2人都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，与父亲曹操并称为3曹。起初，由于曹丕年长，曹操便打算传位给他。210年，铜雀台落成，曹操让众人登台作赋，结果曹植写下了著名的《登台赋》，让曹操感到非常的惊奇。而且他发现曹植思路敏捷，谈风渐锐，每次提问都能应声而对，脱口成章，再加上性情坦率自然，不讲究庄重的仪容，车马服饰也不追求华丽。渐渐的，曹操便开始喜欢曹植，准备将他列为接班人。由于曹操自己抉择不定，时间一长，属下的官员便逐渐形成了2个派系，其中贾诩、崔琰、司马懿、陈群、桓阶、邢仪、吴质等人拥护曹丕，丁义、杨修、孔贵、杨俊、贾逵、韩丹纯等人则拥护曹植。在拥护曹植的阵营中，实力最强的当属杨修，他的父亲是弘农杨氏4世太尉的杨彪，他自己由于智谋过人，被曹操任命为主簿。由于他是曹操的近臣，消息特别灵通，所以在他的出谋划策之下，曹植逐渐占据了上风。然而，曹丕阵营的司马懿和贾诩更是不同凡响，在他们的帮助之下，
曹丕终于战胜了弟弟曹植，被立为了魏王的太子。曹操病逝后，曹丕又顺理成章地继任了魏王以及汉朝的丞相。同年的11月25日，汉献帝在曹丕的逼迫之下，正式禅让帝位。但是按照礼仪，曹丕还需要进行3次辞让。12月11日，曹丕在繁阳亭正式接受禅让，即皇帝位。繁阳亭即今天的许昌市临颍县樊城镇。之后，他便进入许都，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，国号为魏，追尊曹操为武皇帝，庙号太祖。他进入许都，那么之前的汉献帝刘协就得离开许都，于是他将刘协封为山阳公，以涿鹿城为都，10亿1万户，地位在诸侯王之上，并且允许他奏事不称臣，受诏不拜。至于刘协被封为王的4个皇子，则全部降为了列侯。曹植听说曹丕废汉自立后，立即穿上丧服，为汉朝悲哀哭泣。曹丕得知后非常愤怒，开始对曹植进行严加防范。但碍于母后卞夫人的压力，没有进一步的迫害曹植，只是将他数次喜封。起初封他为安乡侯，10亿800户，同年7月又改封为鄄城侯，10亿2500户。也是由于这次喜封，曹植在前往鄄城的途中写下了著名的《洛神赋》。他用精致优美的语言呈现了一位尽善尽美的梦中女神福妃。对于如此仙姿卓绝的女神形象，不仅曹植为其眷恋，无数人都倍感仰慕。后世的艺术家们更是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对女神的敬仰，以及对《洛神赋》的眷爱。东晋的画家顾恺之依据此赋创作的《洛神赋图》，成为了绘画史上的一件稀世之作。书法大家王献之以及赵孟俯则用书法的形式留下了垂范后世的墨宝。那么，《洛神赋》是写给甄姬的吗？这里的甄姬指的是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，因为名字不详，所以称其为甄氏。相传她的名字为甄宓，与洛神同名，但在正史中并无此记载，而在一些游戏之中则称其为甄姬。199年，袁熙出任幽州刺史，甄氏则被留在冀州，侍奉袁绍的妻子刘氏。204年，曹操率军攻破邺城，甄氏及婆婆刘氏等人被俘。因为甄氏姿貌绝伦，深受曹丕的喜欢，于是曹操便将甄氏许配给曹丕为妻。这一年，甄氏22岁，曹植只有13岁，可见曹植是不大可能喜欢上甄氏的。何况曹丕与曹植一直是死敌，曹植所创作的《洛神赋》，曹丕也会知道。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真的不一般，曹丕怎么可能会让《洛神赋》广为流传，并让曹植继续活在世上？另外，曹丕去世6年之后，曹植才去世，因此我们耳熟能详的七步诗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。因为七步诗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曹植去世200多年之后的南北朝，而且还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版本，可见也是后人演绎的结果。就这样，曹操去世的第2年，曹丕便篡汉称帝，延续了405年的大汉王朝，至此结束。也是从这一年开始，严格意义上的三国时代才算正式开始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